適合孩子和大人的小零食傳蛋溶豆，個個都是立體飽滿、酥酥脆脆、入口即化的。如果你做溶豆老是失敗不成型，一定要把這個視頻看完，我總結了所有做溶豆失敗的經驗。裝蛋清的盆不能混有一點的油和水。今天用到的材料很簡單，但是比例呢是非常重要的。2個雞蛋，我們先把蛋清和蛋黃分離。蛋清的分量在70克至75克都是沒有問題的。蛋黃我們需要30克，這裡蛋黃的分量多了，我們要減一些啊。因為蛋黃裡面含有油脂，所以蛋黃的成分過高也是會引起蛋白消泡的，這個也是做溶豆不成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現在蛋白拿去冷凍20分鐘，在蛋黄裡面加入10至20克的奶粉，我用的呢是脫脂奶粉。如果你用的是嬰兒奶粉，先要檢查一下是不是容易消泡的奶粉。檢查奶粉的方法呢也是很簡單的，在瓶子裡面放入少量的溫水，然後再加入一點奶粉，把瓶子摇晃均匀，然後出現這種大氣泡的這種狀態，然後氣泡也是慢慢的消失的。這種奶粉呢就是不容易消泡的奶粉。不同牌子的奶粉它的吸水性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先加入10克的奶粉。在這裡蛋黃的分量呢我們是不會增加的了，所以奶粉的分量呢我們要逐小的去添加。我這個奶粉的吸水性是比較好的，所以我加了10克已經非常濃稠了。最終我們蛋黃糊混合好的一個狀態是一個比較濃稠但是帶有流動性的一個狀態，這樣就可以了。打發蛋清之前，我們先把烤箱預熱一下，風爐模式預熱到100度，蛋白凍成有點冰渣的那種狀態，打發出來才會更加穩定。再加入1克的檸檬汁，沒有檸檬汁也可以用白醋來代替，做出來的溶豆也不會有白醋的味道。今天打發用的是片棒，我們先開5檔打發。蛋白變得細膩後呢，我們再加入12克的玉米澱粉，先手動攪拌幾下，防止飛粉，再轉低速打發。蛋白出現紋路後，我們開始檢查蛋白，手動攪拌一下，把邊緣和底部的蛋清攪拌均匀，提起來是這種硬挺直立的尖角狀態，蛋白就打發好了。蛋白霜一定要打發到一個比較硬挺的狀態，如果你是新手的話，就往硬裡打就行了。打發好的蛋白呢，倒扣過來它也是不會掉下來的。先取1/3的蛋白霜和蛋黃糊混合均匀，混合好呢，我們再倒回去蛋白霜裡面，再用翻拌和切拌的手法去混合均匀，要把邊緣和底部的一個蛋清去混合均匀。大家看一下，面糊是非常濃稠的一個狀態，這樣做出來的溶豆呢才會立體。今天我用的是一個6齒的裱花嘴，溶豆的花紋是非常立體的。我們擠好了一盤，先去放入烤箱，防止它消泡。溶豆出爐啦，個個都是立體飽滿的。這個溶豆是一點都不沾油脂的，看一下，脫模超級簡單。放涼後的溶豆放入密封罐裡面保存，1個星期都是酥酥脆脆的，趕緊去試一下吧。等你們來交作業。